蓝盈莹最近又被骂了，是因为她和易立竞做了一次深度的访谈。那评论区呢，就还是老样子啊，一部分人欣赏她的积极阳光有梦想，而另外一部分人呢，还是说她用力过猛、太假等等。那为什么对蓝盈莹的评价总是这样割裂呢？那看完了这3个多小时的采访之后呢，我心中有了一些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答案。那首先我想说，蓝盈莹的努力和野心，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。一个人希望自己变优秀，并且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，这有什么错呢？在今天这个很多人都在说要躺平的时代，还有这么努力的人，其实反而应该是鼓励的。所以我认为很多人看完这段采访不喜欢他，并不是因为他的野心，而是因为他的防御。他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啊，遇到高光的话题，表达就会非常的清晰笃定，逻辑也是很完整的。我想得奥斯卡。你不怕被嘲笑吗？嘲笑我的企图心，嘲笑我的野心吗？为什么要嘲笑一个有梦想的人？浪姐，但是呢，如果遇到一些负向的话题，特别是易立竞啊这个临时提出的一些问题，他很快就会绕开，并且输出一些正能量的金句，而且滔滔不绝，会讲很多，但其实都答非所问。比如说易立竞就问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：你呈现的太阳光了，但阳光就有阴影的部分，它在哪儿啊？哇，这一点其实我跟我爸妈妈有好好讨论过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？你是自己感到困惑了吗？我感觉到困惑，因为我感觉我爸爸妈妈不是典型的爸爸妈妈。好，就先看到这里啊，很抱歉，后面蓝盈莹的回答呢，我就不全程播放了，因为实际上他跑题了。易立竞问的是你的人生的低谷啊、阴影啊在哪里，你是怎么应对的？而蓝盈莹的回答呢，是说他爸爸妈妈在学生时代啊，告诉他如何处理别人的嫉妒问题。另外呢，他应该在建剧组试戏的时候如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等等等等，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年啊工作之后的这些波折。那易立竞呢，还追问了他关于浪姐的失利啊，关于浪姐的争议啊，以及为什么当年从人艺辞职啊。他的回答差不多都是这个模式。保持微笑，不谈内心，然后讲一堆大道理以及金句 slogan， 然后不碰实质问题。他似乎真的不愿意触碰内心的真实感受，时时刻刻保持着防御的姿态。那自然观众的差评就来了。那么他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种防御状态呢？我个人觉得2个原因。一方面呢，演员需要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尽量滴水不漏，讲太多不顺利的事情是有可能被人说你卖惨的。但更加重要的恐怕是另一方面，我从他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家庭带来的影响。蓝盈莹的妈妈呢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。蓝盈莹还很小的时候呢，她的父母就离婚了，妈妈是独自在商界打拼，后来呢和上海的成功的企业家再婚，共同经营事业，如今已经是亿万身家了。那商界女强人一定是以结果为导向，目标非常清晰的。蓝盈莹在生活的耳濡目染当中，一定习得了妈妈的这些优秀品质。除此之外呢，她的妈妈呀也真是一位虎妈呀。蓝盈莹就说啊，这个小的时候一周能给她请9个老师给她上各种课。我想蓝盈莹如果遇到挫折啊，可能连内耗的时间都没有，那遇到挫折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，甚至 PUA 自己，那慢慢的习惯成自然，那这种激励自己的状态就内化在她的心中了。说实话，看到他这个状态啊，一方面呢为他的努力点赞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点心疼他，因为他这个状态真的很紧绷啊。而且很多这样紧绷的人，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其实是担心自己只要不优秀就不配被爱。其实呢，蓝盈莹的状态给很多普通人这样的一个启示，要强本身并没有错啊，特别是父母要求孩子努力也没错，但是这种要强也有可能会成为铠甲或者是枷锁。我们可以审视一下自己对孩子的爱有没有附加了条件。其实不论孩子平凡与优秀，都值得无条件的被接纳。您同意这个观点吗？